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LOL 德玛西亚杯在昨天正式开战，赛前假赛战队风波结束之后，滔博所在小组只剩下4支战队。经过一波单循环 BOE 模式的较量之中，滔博战队是顺利晋级8强，成功出线迎战京东。在本小组中，威胁最大的战队是 WE， 在最后一战也是给滔博带来了一定的麻烦。剧本如大家所料那样，滔博和 WE 2支战队纷纷取胜，并且在最后一轮相遇。在这场比赛中，滔博战队下路遭到疯狂针对 ，Jackaloff 被连续 ban 了多个 ADC， 最终选出塞纳塔姆，结果还在对线期完成了对 WE 下路的线杀。WE 下路陷入巨大劣势 ，BP 上面的一个战术彻底失效，只能靠着上中野发挥。Home 选手和 Fofo 在前期的博弈中发挥还算出色。滔博在优势局面下遭到 WE 多次反击，滔博本身也出现一些失误，但整体领先一直都在，包括一波大龙团战中下路被对方率先针对击杀，后续团战 Creme 的一手阿卡丽士直接进场双杀，滔博打出了一波精彩的3v5，其中小天的一波2闪也是立下大功。最终滔博是顺利击败了 WE 晋级8强，在8强阶段他们将会面临全年成绩最好的京东战队，这将会是一场硬仗，也是滔博这个阵容的试金石。在小组赛开始之前，大家最期待的其实就是 Jackaloff 与 Mako 的这对国家队下路组合，因为在今年的亚运会选拔中，第一个版本的国家队名单中 Jackaloff 和 Mako 是搭档下路的，但后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Jackaloff 是被 Alp 换掉了。朱开作为国家队教练多次表示 Jackaloff 与 Mako 的组合很强，而且还暗示过 Jackaloff 是第一版本国家队的绝对核心，因此大家都想看看这对下路组合到底什么样。以这次小组赛的表现来看， Jackaloff 与 Mako 的发挥确实出色，多次完成对线击杀，而且中后期的竞技状态也很好，没有出现什么失误。而 WE 战队方面，最让人期待的其实也来自于下路，他们引入了 Prince 选手，这个人曾在 FPX 战队打替补，然后回到 LCK， 又去欧美赛区打了1年，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，存在一定的潜力，而且身价也不便宜。但对阵 Jackaloff 的较量中多次出现失误，首秀发挥不佳。滔博战队曾是 LPL 最大的笑话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花费最多的钱，但成绩却不忍直视，经常在最关键性的比赛拉胯，或者在常规赛阶段中打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比赛内容，可以输给任何一支弱队，令粉丝们大失所望。究其根本原因是滔博战队的稳定性不足，纪律性差，团队遇到问题之后无法解决。今年的滔博战队正在着重改善自己身上的问题，在阵容重建之后 Mako 的到来或许可以帮助到滔博。个人认为，从昨天德杯的表现来看，滔博战队整体展现出了一个比较慢的运营节奏，即使在获得优势的情况下，也没有选择特别激进的进攻方式，这种做法有弊有利。在昨天对阵 WE 的比赛中，滔博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，能看出来整个团队的磨合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。这支战队依然可以将 Jackaloff 当成团队的绝对核心，但 Jackaloff 本身必须变得足够稳定，改掉自己关键时刻经常暴毙的问题。只要 Jackaloff 状态好，滔博大概率是能出成绩的。希望滔博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磨合得更加出色。另外，近期除了德杯外， LPL 还发生了一件大事。管泽元和余霜这对 LPL 解说主持界的情侣，在经过几年的分分合合后，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在24号这一天举办了婚礼。婚礼也邀请了非常多大家熟悉的 LPL 解说、主持人、工作人员以及选手参加，而且很快也有不少婚礼现场的照片曝光。首先是婚礼现场布置了非常多两人的合照，有生活的合照，也有之前一起拍摄的照片，当然也少不了这次的婚纱照，都是两人这么多年相处的点点滴滴。然后就是设置了嘉宾留言区，可以录音留言，留下对于这对新人的祝福，这个还是比较贴心的，估计除了祝福也会有一些搞怪的留言。现场也有两人的婚纱照立牌，立牌旁边也刻着两人的爱情宣言，还有对于到场宾客的感谢。另外还把两人的名字泽源和余霜中各取一个字，宣言则一人度余生，并且配上了两人的婚纱照。比较细节的是，现场有很多复古的设备，设备中都是两人曾经的一些画面，还有两人的在 LOL 游戏中的 ID， 比如说管泽元叫五炮车养余霜，
鱼双叫，抢人投坑泽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场专门立了牌子提醒各位到场的嘉宾，请勿直播。毕竟现场很多圈内人，有些也是主播，不直播应该是希望这个婚礼是属于彼此和亲友们的，不希望太公开。最后就是还有 LCK 解说咆哮帝专门给泽源录制了新婚祝福的视频，以及英雄联盟主题曲 Legends Never Die 也被用在了这次婚礼中。最搞怪的应该是这次婚礼的菜单，具体如下，有不少都是 LOL 玩家们熟悉的英雄，比如说娜美全家福、云端亚龙、葱丝小鱼人、河道迅捷蟹、川味加里奥、水果阿卡丽等等。虽然名字很奇怪，但是具体什么菜估计很多人也能猜得到，比如说川味加里奥很可能就是宫保鸡丁。最后新娘的捧花给到了 LPL 主持人夏安，而且是专门指定要给她的。夏安也在微博晒出了这份好运，送出了祝福。总体来说布置还是很不错，很用心的，希望两人可以长长久久下去吧，也祝福两人新婚快乐，未来继续幸福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滔博下赛季会有什么表现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